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算法猎杀。我是林良和，复盘卫青。在大汉王朝最压抑的那个深夜，武帝刘彻曾对着地图陷入长久的沉默。在当时的认知里，匈奴是不可战胜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拥有强大的铁骑，更因为游牧文明在战争系统上天生对农耕文明存在着一种降维漏洞。当时的汉帝国虽然拥有数百万计的编户骑民，拥有足以买下半个世界的黄金，但在战争算法上却存在着致命缺陷。游牧民族就像是一个分布式存储的去中心化网络，他们没有固定的城市，没有必须防守的粮仓，整个民族都在高速移动中。而汉军的传统逻辑是步兵推进建立防线，这意味着汉军在茫茫草原上就像是一个近视眼在追逐一群苍蝇，你的拳头再重却打不到目标，结果就是被对方不断地通过小包围进行能量损耗，最终庞大的帝国会被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活活拖垮。这现象在系统科学中被称为资源空转。直到那两个人的出现，大汉帝国的主战系统终于完成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侦察的底层架构重组。卫青带去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士兵，而是一套名为精确搜索的战争逻辑，而霍去病带去的则是名为闪电算法的执行模块。今天我们将通过深度复盘拆解大汉双子星是如何用一套超越时代的算法彻底清除了大汉100年的系统威胁。如果说汉匈战争是一场巨型迷宫里的赛跑，那么卫青就是第一个破解迷宫逻辑的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元光6年这次著名的4路出击。当时汉军兵分4路，每路10000人。在传统的兵法推演中，这叫分散兵力，分头合击。但在匈奴人的视角里，这4路汉军就像是4个迷失在黑暗中的盲人。结果也确实如此，公孙贺无功而返，公孙敖损失7000，枭雄李广更是不幸被生俘。但在这场全线溃败中，唯一的变数就是卫青。卫青的算法核心在于主动抛弃补给线依存。他深知，想要在草原上抓到游牧民族，就必须比他们更像游牧民族。卫青第一次在系统后台把汉军这个重装模块强行重组成了高速侦察模块。他率领的1万骑兵，目标并不是寻找敌人的主力部队，而是直指敌人的逻辑核心——龙城。很多人觉得奇袭龙城是靠运气，但通过我们的深度推演发现，这其实是一次极其严密的概率对冲。卫青通过对俘虏口供、水草分布以及匈奴祭祀周期的大数据审计，精准推导出了龙城在特定时间点的坐标概率。他在行军过程中极其冷酷地剔除了所有非作战单元，将行军速度推到了冷兵器时代的物理极限。当卫青的3000先锋在清晨的迷雾中突然出现在龙城祭坛前时，匈奴人的防御系统瞬间崩盘了。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汉人是不可能跨越这道物理防火墙的。龙城之战不仅仅是斩首了数百人，更重要的是，它向整个世界验证了卫青的搜索算法是真实可行的。大汉帝国的作战模组在这一刻完成了从 1.0 守城时代到 2.0 远程精确打击时代的终极飞跃。如果说卫青是完善了搜索逻辑的架构师，那么霍去病就是那个将这套逻辑跑出超频效果的顶级黑客。在卫青的基础上，年仅19岁的霍去病提出了一个更疯狂、更具毁灭性的逻辑：完全切断系统反馈，执行单向毁灭。我们可以通过河西走廊的这次大迂回模拟，看到一种全新的博弈方式。在传统的战争逻辑里，后勤是军队的生命链路，链路越长，系统越脆弱。而霍去病的操作更加极端，他直接拔掉了电源线。他率领的1万骁骑不带辎重，不设后勤，甚至连明确的撤退路线都没有。
在霍去病的算法里，这叫以战养战的云端补给模式。他把敌人的牛羊变成自己的油料，把敌人的俘虏变成自己的导航。霍去病对匈奴地理的理解不是来自书本上的地图，而是来自对俘虏大脑的深度扫描。在河西之战中，他仅用6天时间转战5个部落，行军1000多里。这种移动速度已经彻底超出了游牧民族的感知带宽。当匈奴的斥候刚发现汉军的影子，还没来得及把情报传回大本营，霍去病的横刀已经割开了可汗的营帐。这就是闪电算法的核心，攻击速度必须快于敌人的信息传播速度。当你的执行频率高到让对方的反应系统陷入死循环时，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霍去病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了敌人，更是在精神上给匈奴民族植入了一段名为冠军侯的恐怖代码。从此以后，只要大汉的红旗出现在地平线上，匈奴人的第一反应不再是集结对抗，而是系统性的崩溃与逃亡。然而，所有的降维打击背后都标着极其昂贵的代价。大汉帝国的这场算法升级，本质上是一场举国体制下的能量对冲。如果我们观察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曲线，就会发现，当卫青、霍去病在前方用最顶级的算法收割敌人生命时，大汉帝国的后方系统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荷。每一场闪电战的背后，都是数以10万计的民夫、数百万担的粮食，以及整个国家金融系统的极限空转。汉武帝为了维持这套高能耗的战争算法，不得不启动了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极端的财政手段。这本质上是在透支未来几代人的系统资源，来换取当下的安全边界。卫青的沉稳是为了降低系统的容错率，而霍去病的激进则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收益率。在漠北决战中，汉军虽然彻底摧毁了匈奴的主力，但自身也损失了10万匹战马。这说明，即便拥有了最先进的战争算法，想要在一个低生产力的时代彻底抹除一个文明，依然需要付出动摇国本的巨大代价。2000多年过去了，大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卫青、霍去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封狼居胥的战功，更是一套关于如何突破思维边界、重组竞争逻辑的降维思维。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兵力对比，而是组织力、信息差与算力的全方位碾压。汉匈战争的终结，标志着中原文明正式补齐了在机动性上的短板。而这种不惜代价寻求最优解的精神，也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你是在用步兵思维死守防线，还是在用猎杀者算法主动出击？感谢观看本期复盘，点赞关注，这里是林良河战争史复盘。下一期我们将复盘那个能与汉武帝对赌国运的男人——杀神白起。我们下期见。